川普主义本质到底是什么？川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敏锐务实的政治人物，面对美国的衰落，回归门罗主义，也就是巩固美国自己的大本营以及后院，但同时他要维持全球性的影响力，在衰落的过程当中，他的命脉不会被别人拿到，那就是我准备好在自己的西半球做老大。所以去年底的美国大选的结果，事实上是美国社会一个取得新共识以后的结果，只是川普这个人的表达方式我们还没习惯，我想未来我们会习惯。这次川普版的门罗主义背后有摆脱中国影响力的目标，他之所以对格陵兰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陵兰涉及到北极的航路以及格陵兰的稀土，这个稀土是现在美国受制于中国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格陵兰声称他们也不想做丹麦人。这件事情我们因为生活在21世纪初，我们觉得世界其实都是依照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个规则在运作的，还有一个联合国在主持公道，但是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这套东西其实没有真的发生过作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回来之后，他宣称要把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给收回来，甚至跟墨西哥在吵，到底要叫墨西哥湾还是美洲湾？墨西哥总统气到说：“那你叫墨西哥美洲好了。”其实背后所反映的是美国一些意识形态的改变哦。先来请教一下，川普主义本质到底是什么？川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敏锐务实的政治人物，他是务实的面对美国的衰落，回归门罗主义，也就是去巩固美国自己的大本营以及后院，但同时他要维持全球性的影响力，用这个维持他在衰落的过程当中，他的命脉不会被别人拿到。他要去购买格陵兰，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攻打巴拿马，然后让加拿大加入他，甚至说墨西哥也要加入美国等等动作，背后是门罗主义的呈现。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准备好在自己的西半球做老大。至于东半球，有很多是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其中包括石油。那么美国人要在中东做一系列的准备之后才开始退出。美国国内面对美国衰退，实质上正在实行川普主义，很多内容是由马斯克提出。美国人本来是很有自信，他不太在意民族国家的方式，本来他觉得我根本不需要扩张我的领土范围，我就可以控制世界，我何必扩张？所以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听起来它是一个温和的帝国啊。同时他统治内部，他也可以用某种宽容的方式进行，因为美国的内部存在高度的共识。可是呢，伴随美国整体实力的衰落，美国发现我不要讲实体的势力范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二，我的内部共识正在逐渐的丧失，而且这个丧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以至于他必须要把美国的传统价值拿起来，不然美国社会将会崩解。其实去年底的美国大选的结果，事实上是美国社会一个取得新共识以结果。那么川普今天的做法，在我们美国以外的人看起来就觉得有点疯狂哈。可是美国国内呢，事实上对于川普马斯克的做法表示理解其实很多，但总有一些差异在吧，老师？我想这次的川普版的门罗主义背后有一个去遏制中国，或者我们保守一点讲，就是摆脱中国的影响力，摆脱中国控制的目标。他之所以对格陵兰感兴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陵兰涉及到北极的航路以及格陵兰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稀土。那么这个稀土呢，其实是现在美国受制于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美国其实他内心是恐慌的，并且格陵兰声称他们也不想做丹麦人。但这一句话本身做了一个伏笔，就我不做丹麦人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就像是德克萨斯他们不想做墨西哥人，结果是变成德克萨斯共和国，但是下一步就是美国人。这件事情我们因为生活在20世纪的后半期、21世纪初，我们觉得世界其实都是依照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个规则在运作的，还有一个联合国在主持公道，但是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这套东西其实没有真的发生过作用。那么加拿大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加拿大它有比较高的国家认同，可是我们要注意到加拿大实际上它是被美国控制的，美国要去控制加拿大只是稍微改换一下名义而已，他对加拿大加深控制，在不去吞并加拿大的情况下，他也可以达成。就这一点其实美国并不会非常焦虑。对于巴拿马来说也是一样，就是说美国人再重复一次分裂哥伦比亚取得巴拿马运河区域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当然他可能面对一些南美洲对他的反弹。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墨西哥，我们一般的判断说美国人可能对墨西哥没那么感兴趣，原因是墨西哥如果你把它拿下来之后，就等于背了一个大包袱，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因此衰退。但是我们忘掉一件事，美国缺乏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格陵兰的矿产，第二个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力这件事情是原来美国在1980年代以后，它从世界各地取得重要的资源，然后维持了美国相当一段繁荣的秘诀。它跟中国的蜜月期也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劳力啊。现在中国的廉价劳力没有了，可是就在我隔壁墨西哥啊，大家要知道，墨西哥的人同样有一种民族认同、民族骄傲，但是墨西哥更多的人是用脚投票的，他们就走到美国去了。美国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对加拿大人的吸引力要大很多。我们很难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想去遏制中国，对美国来说现在有一个地缘上面的优势，就是这都在我家门口的。所以我想美国这一次的门罗主义，它是做了全面的规划考量之后做出来。川普讲这些话不是丧失理智的话，他其实说出了美国人的心声，只是川普这个人的表达方式我们还没习惯而已。我想未来我们会习惯。所以现在等于他把以前面子之下的东西全部都讲出来了。是，那这个会对于整个国际产生一个重大的冲击。拉美对于美国离心力更强，南方国家对于美国更加的警惕，那这个不是反向给中国推进助力吗？我想全球南方的思潮出现的时候，它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全球现象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注意到，在这个思潮当中，很多的思想精英其实它是受到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影响之后成长起来的人。这些人他们在看待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常还是与美国式的或者西欧式的观点。很多人坦率的讲，其实他们认为中国也具有扩张性，并且他们认为中国在推行跟全球南方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的关系，这个背后潜藏一些不确定性，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资源可能被中国人掌握在手里，然后中国人把自己的产品倾销给他，而且中国人越来了以后也变成殖民者。所以说这个是中国目前扩展它在世界的影响力当中的一个大缺陷，而这个不足的地方。同时在之前苏联早在它强盛的时代，它也做过这个事情，也曾经被视为殖民者，包括当时中苏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就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者，红色帝国主义。对，就是说苏联人所做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更何况现在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它不是一个双方的实力对比完全颠倒的状况，而是在中国逐渐上升，美国逐渐衰退的状况。虽然这个趋势很明显，可是呢，它不是在一刻就发生，它需要比较长的过程。所以这就给美国留下了一个机会，可以尽量的减缓自己的衰退，同样减缓中国的发展，让自己能够体面的不要发生后遗症的回归到美国周边。也就是说，像英国人的那种 Anglo-Saxon 的智慧，在美国人这里又再次呈现出来了。所以我想美国人现在做的一个重点的区域呢，就是在中东，他想去避免当年布里辛斯基所预言的中俄伊轴心结盟灾难。这个结盟啊，我们在去年看差不多是成型了，可是美国做了非常大的动作，把中俄伊之间连结给打得没有那么有力了，尤其这个连结中间有一个伊朗。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中国所设想的，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像非洲的推进，都在中东这一个地缘的历史的节点上面受到了阻碍。当然我是感觉到这个阻碍它是暂时的，就是将来还是会发生变化，但是至少相当一段时间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中东有形的控制它还会存在。